洋机器马上就要运到泾阳了，机器织布局就要开工了。我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做过的事情。吴聘，你一定为我高兴吧？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心里很乱。吴聘，你真的想让我为你守寡一辈子吗？千红说，我不应该这样过一辈子，但我应该怎么过后来的日子呢？除了生意之外，我还应该做些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托尔丹说，我应该把我的心找回来。吴聘，我的心还找得回来吗？赵大人，你二叔来找我，他想要你做机器织布局的会办，想让我来劝你。赵大人，你不用劝我。难道你已经有了决定？我想守寡自然会守，有一天我不想守了，谁也拦不住。所以这事发与不发，对我对吴家都没有用。啊，既然不当这个会办，但是机器织布局的事宜，你不会袖手旁观吧？机器织布局是我一力促成的，所有事宜我都责无旁贷。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？如果我总在旁边指手画脚，只怕你会怪罪我不守妇道。夫人何出此言？唉，你不用骗我啊。在你们这些男人看来，饿死是小，失节是大。像我这样的女子，死了丈夫的，还到处东跑西跑、抛头露面的，简直该挨板子。以前我对你的确颇有微词，但是与你相处日久，知道你是个特立独行的女子，不能与常理夺之。没关系，就算你继续看不惯我，这该说的话我还是会说，该去的地方我还是会去。夫人率真无邪，白石非常欣赏，还望以后继续保持率真的本性。既然如此，那赵大人，我就斗胆旧事重提了。什么事？很多年前，吴家东院被人陷害，说是军需作假，最终家破人亡。我恳请赵大人重审此案。你还没有放弃军需案？只要吴家东院未能洗冤，我就绝不放弃。为何如此固执？这里埋着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我所爱，一个为我所敬。是他们教会了我何为生意，何为诚信。如果连他们都会作假，那今天的我，还有我所做的一切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除了你对吴伟文、吴聘的信任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赵大人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在牢里啊，我见过老爷一次，但是已经完全不成人形了。你们所有公子都是屈打成招。那现在佟掌柜人在何处？老爷死后啊，
他也出狱了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。我估计啊，他做伪证，陷害老爷，那些有困就远走他乡去了。可现在就凭借你的供词，还不足以让此案重审。赵大人，那胡志存，他说是老爷指使他用松香替代血竭的，但我们最终却是按照血竭的价格与他结算。啊，老爷明知道是松香，还以血竭的价格与他收购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赵大人，吴家东院真想作假，自己偷偷买了松香即可，何必还要通过古月药材行进货？这等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不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吗？还说是老爷杀了沈月生，天地良心，我们东院没动过沈月生一个指头啊！赵大人，当年你就判定，没有证据证明沈月生之死是东院所为，那为什么后来这罪名又加到了东院头上？杨管家，上次给你送来的药还对症吗？谢谢少奶奶，那药啊，很是灵验呀。那下次小五给你送东西来的时候，我再让他带些过来。别，少奶奶，其实啊，我在这儿养点鸡，种点麦子，这生活也就够了。你不用啊，每月都送东西来了。你为东院服务这么多年，这点小事不值一提。哎，杨管家，现在东院也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再回来？我从前认识的那些客商啊，现在都在帮着沈家做生意，我就算回来了，也帮不了你什么忙。我呀，还是在这儿安度晚年吧。也好。大人，找到当年军需案的案卷了吗？将大人说，这军需案当年是刑部直审，所有的证人证词都直接押送进京，所以陕西这边一个字都没留下。薄先生对军需案怎么看？我做了10几年的刑名事业，不敢说此案一定有冤，但不清不楚之处确实太多。那我这就给朝廷上折，申请重审。白师啊，陕西机器织布局运作的怎么样？哦，如果顺利的话，下月就能开工。太好了！只要机器织布局一开工，能见到实效，我本人就可以向朝廷举荐你出任陕西巡抚啊。可这恩灵刚刚调任不久。他在陕西碍手碍脚，我们早就看不惯他了，正好由你取而代之啊。可是，怎么？机器织布局一旦开工，肯定是千头万绪记在书里。我若调任巡抚，俗务缠身，反而会误了机器织布局。这你不用担心啊。你以巡抚之尊，照旧兼任总办。
既然如此，白石定当竭心尽力，继续寻找爱国救民之路。白石啊，为师的就先向你贺喜了。多谢老师的栽培。来，坐。白石啊，我出京的时候，仿佛听人说起过，你上了一个折子，要求重审泾阳吴家东院的军需案。是，我正好想就此事问问老师。这军需案当中有一关键的证人，可是，在翻找案卷的时候，却查找不到关于此人的任何记载。白石，你我相识多少年了？从我进京参加会考到拜在老师门下，已有10年。你若还敬我为师的话，就不要再纠缠这个案子了。为什么？此案牵扯各方势力，稍不留心，就会引火烧身。你若旧案重提，只怕是你我难逃纷扰，甚至会把很多人都牵连进去。可是此案的确有冤。此案已经结案。白石，我出京的时候已经托人从军机处要回了你的折子，你再琢磨琢磨吧，啊。白石啊，以你的才干和能力，不输于人，只是在审时度势上，还差那么一点点火候。